看满满4大桶堆肥，足够冬天用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去年11月，我开始尝试第一次堆肥，到现在已经整整1年的时间。我给大家总结了4点踩过的坑，最后一个尤其重要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，堆肥材料尽量切小块，可以大大缩短堆肥时间。我们从小院获得的杂草、树枝、番茄、丝瓜、黄瓜、藤蔓、落叶、蔬菜、水果、厨余都可以拿来堆肥，记得把厨余切块，藤蔓剪断。第二，将堆肥材料和旧土或部分泥土混合均匀，充分接触，也将极大缩短堆肥时间，这更有助于微生物对堆肥材料的分解以及内部升温。我初次堆肥时，只将大块的碳料和氮料分层叠放，没有通过土壤让它们之间充分接触，这也延长了堆肥时间。第三，使用树叶堆肥时，优先采用落叶，而不是新鲜树叶，尤其是新鲜的、厚实且有蜡质保护层的树叶。事实证明，我用枯叶堆肥的那一带很快就变成了黑土，而我将修剪绿篱获得的大量新鲜冬青叶拿来堆肥，结果就是进展非常缓慢。这样的叶片很难让微生物们直接使用。第四，这种堆肥袋尤其要注意积水问题。我们需要的是湿润的堆肥环境，而不是泡在水里。这塑料袋只有周围一圈拉链是透水的，因此使用时要注意避免将大量阔叶落叶铺满一层，很容易化生蓄水池，影响正常堆肥。我现在更喜欢像无纺布袋这样的透水容器，或者可以直接用大规格的塑料花盆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以上4点经验教训分享给大家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堆肥体积足够大，超过1个立方，是完全没有这些困扰的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，只有小小的空间可以用来堆肥，或者需要在更小的容器中进行，那么以上几点希望能够帮到你。下期视频将给大家介绍如何从零入门堆肥，家庭堆肥的操作步骤，觉得有用，点赞收藏，助力 UP 更新。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，点小心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